骑到这边呢，就感觉今天骑的有点多了，因为2块电池搞清，1块内存卡也已经满了，所以现在换了新的电池和内存卡，再来骑行一段啊，应该坚持不到我回家了，但是能录多少就录多少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在渔人码头这块地方啊，闲逛一下。这边呢，其实就是一些水产的产业，是集散地，当然也有很多的餐馆。你看啊，前面都还是一些餐馆吧，或者是跟渔业、海鲜有关的一些创意园。前面呢就是一个楼盘叫南天明苑啊，那这个就不进去了。看来环岛1周呢是完不成了啊，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小中间啊，一路再骑到岛的南面去，从那边呢就准备骑回去了。这里呢又是一座村庄了。这边呢有一个牌坊，但不知道叫什么村呢。只写着洛溪大道，并没有什么村。
康宁东路。原来这个岛上还藏着一片城区啊，这个应该不是乡下地方，这个很早就建的公房啊。看来这个右侧也有了一些小的商业，但是大多数店还没有开张。好，我再次来到了江边了，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。我都没有跟那边说你要去上海。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三支乡水道边上的清水步道来骑段。前方呢是丽江花园的入口，右前方的很多房子就是丽江花园里面了。我也是第一次骑行在这条岸边的小道。好，我还是骑在马路上吧，因为那个河边的小道啊，颠的厉害啊，可能都是那些大榕树的树根啊，就把这些路灯呢顶了起来。
现在呢还在洛西岛上骑行啊，就将的要环岛1周，那我觉得还是有始有终啊。就是骑到前面我来的那个大石大桥呢，作为我整个环岛骑行的终点。所以今天整个环洛西岛骑行啊，基本上啊，就是从沙溪大桥往东，那有一段呢要经过一片村庄，然后呢到了新河湾的海怡半岛啊就进不去了，那在这边呢就掉头了。但是从星光大桥桥下开始啊，完整的半圈，经过渔人码头，包括现在骑行到这里啊，这些骑行道都非常的漂亮，所以今天呢已经够本了，就不能要求太多。前方呢就是大石大桥，现在我在这边呢，要推着我的车上桥，然后呢就是回家的那段路了。
现在呢，我已经在大石大桥上了啊。上次呢，我从丽江花园骑回过祈福新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一段啊尽量的省略，因为我估计电池用不了那么久了。再加上呢，这一段上次也分享过，那我们就不做详细的分享了。但是在桥上呢，还是可以看一看啊，这个桥上的风光，毕竟是座桥啊，架在水面上。好了，我已经骑下大桥了，向着前面的大石街道骑过去。那我就省略这一段的骑行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推车上了横跨在市广路隧道的最后一个人行天桥了。过了这个人行天桥呢，就沿着市广路就可以回家了。还剩了最后一段路，大概还有15-20分钟吧。好，现在下了桥以后呢，就骑完最后这段路，大概还有15-20分钟到家。
机人的船。终于呢又回到了村里了。今天是好久没有的长途骑行，应该是回到广州之后的骑的最长的一次了。具体骑了多久我也没看时间，但是呢一张卡大概可以用2个多小时啊，现在已经用了一张卡，又加上了另外一半，估计3个来小时或者3个多小时不止了吧。距离呢应该有个40-50公里，但应该不是我骑的最长的一次，最长的一次应该在上海来回大概有60来公里，但是呢还是非常畅快的一段骑行，因为并没有觉得疲倦啊，主要是有新鲜感。因为围着洛溪岛骑行呢是我曾经想过，但是第一次实行的这么一个计划。虽然说并不是每一段都有好的风景啊，但总体来讲呢人少，还是有一大半的路啊都是沿着河滨，有美妙的风景啊，所以美景呢是骑行的一个动力啊。再加上呢因为想了很久，早就说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，所以车的状况、人的状况，整体的这状态都不错，骑回来还是非常的轻松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赶路啊，所以也没有必要好像掐着表一定要多少时间完成那种，也没有这样的要求，所以骑起来呢还是非常的轻松愉快。只是今天呢失算的就是忘了带一些干粮饼干了，平时都会放在兜里，但今天忘了，所以其实呢就是喝了一瓶水而已。但是今天从出门冷飕飕到骑到村里了，就已经感觉有些微微的出汗了，我觉得感觉还是相当不错。好了，我快到村里了，那么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的骑行。我们下一次骑行再见，谢谢大家观赏和支持，拜拜。